恐怖世界后，我领养了刚满18岁的恐怖 boss， 他凶残而又纯情。进去第一页，我扑倒了他自我介绍：我是你未来的老婆，陪我一起睡觉，好不好？他放出黑色触手缠住我的脖子，凶巴巴威胁我：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杀了你。进去第7页，我含泪蜷缩在床角。他再次放出黑色触手，这次却是缠住我的脚踝，往床上拉。宝宝地上凉，过来老公怀里，我保证不动你了，乖。我网恋的男朋友是恐怖世界 boss， 他小心翼翼爱着我，害怕我受伤害，于是亲手送我通关后，剥离了我的记忆。时隔3个月，我才终于恢复了记忆，重新回到恐怖世界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找到沈凤梧，狠狠教训他一顿，最好让他哭着认错。我想，恐怖 boss 哭起来一定很带感。大雾四起，周围白茫茫一片。往前一直走，白雾的尽头出现了一家破败的孤儿院。孤儿院整体老旧，地上堆满了垃圾和枯叶，铁质的大门也锈迹斑斑，仿佛这里被遗弃了很久。站在孤儿院门口，我点开了白色手环查看。玩家夏希雾，欢迎您重新回到恐怖世界。当前所在副本孤儿院 4S 级困难模式。通关条件：领养一个孤儿，用爱感化他，消除他的怨气。领养孤儿。在我若有所思下，陆陆续续过来了5个人，分别是3男2女，其中2男2女应该是情侣，亲密依偎在一起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玩家刚一到齐，死寂的孤儿院就一下热闹了起来。稚嫩的童谣飘荡在半空，温馨而又诡异。原本空荡荡的院子，不知从哪里涌出了一群孤儿。他们穿着破旧不合身的衣服，脸上残留着脏兮兮的污垢，像是很久没有洗过澡，甚至吸引了一些蚊蝇围绕不散。他们站在门内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一个个像极了被玩坏的玩偶，直勾勾盯着我们。傍晚时分，天空一片灰暗，似乎要下雨了。不是吧？我们要领养的孤儿就是他们？他们看着太恶心了吧？其中一对情侣低声窃窃私语，弹幕也开始活跃了起来。这是孤儿院，玩家死伤最多的副本，我喜欢。哇哇哇！我没看错吧？是西雾小姐姐呀！大 boss 唯一偏爱过的白月光，还真是夏西雾，她竟然没死。他和大 boss 关系不可言说，我磕的死去的 CP 又复活了。这时候，一个50多岁的男人走出来，笑得一脸和蔼：我是孤儿院的老院长，想必各位就是这次的领养人吧？快请进，我已经为各位挑好了人选，希望接下来的7天，孩子们能够有幸得到爱的感化，摆脱苦痛的一生。他说完，回头一个示意。下一刻，一群孤儿当中走出了一个男孩，长得矮小微胖，表情也不太自然。是唐氏儿，天生发育迟缓，智力低下。接着是个坐轮椅的女孩，没有双臂和双腿，身上透了一股腥臭味。再然后，竟然是一个连体人，2个脑袋共用一个身体，还是一对龙凤胎。龙凤胎连体人抱着一个婴儿，递给了老院长。老院长接过婴儿，爱怜地抱在怀里拍了几下。没被选中的那群孤儿仍然直勾勾盯着我们，没有小孩子的天真活泼，浑身散发着死气，令人打从心底恐惧。领养人们开始选择吧，选完跟着孩子们上楼。这是1对1的领养，一人只能领养1个，这对连体兄妹需要2个领养人。闻言，2对情侣立刻就争夺起了连体兄妹。最终，1对情侣给了另外1对情侣一件道具，成功抢到了连体兄妹。剩下1对情侣，男方选择了唐氏儿男孩。唐氏儿一边吮吸手指，一边拽走了男方，含含糊糊念着：爸爸陪我玩。女方选择了婴儿，可是在老院长把婴儿递给她，看清了婴儿长相的一刹那，啊！女人尖叫了一声，失手就把婴儿摔在了地上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看清了婴儿，面部泛着青黑色，长得奇丑无比，还有一口尖利的牙齿。此刻，他被摔在地上，哇哇大哭起来：妈妈，我要喝奶奶！老院长连忙抱起婴儿，和蔼的脸色一下阴沉不已。身为领养人，竟然摔了孩子，你没有一点爱心，根本感化不了他。女人也是老玩家，连忙调整好了心态，和老院长连连道歉，保证孩子饿了，现在给他喂奶，我就相信你。老院长丝毫不动容，把婴儿塞到他的胸口。瞬间，婴儿伸手就抓住了女人的胸部，女人强撑着挤出一抹笑：宝宝不哭，妈妈这就去给你找奶粉，没有奶粉，你现在要么喂饱他，要么离开孤儿院。随着老院长说完，女人不得不抱过了婴儿。结果下一刻，她再次惨叫了一声，却是婴儿张口隔着衣服咬在了她的胸口。他咬得很重，女人胸口不一会儿曾出了点点血迹。孤儿院的外面已经被白色大雾覆盖，出去就是一个死。最终，女人硬是忍了下来，抱着婴儿上楼了。到了这一刻，就只剩下了轮椅上的女孩。可是现场除了我，还有一个男人也没选。我正疑惑不够分，老院长颤巍巍伸出手指了指楼上一处黑漆漆的房间。楼上那个孩子啊，他有一点特殊，刚满18岁，因为精神有问题，误杀过太多人，只能一直锁着他。谁愿意做他的领养人？你好，美女，我叫张胜。剩下的男玩家含笑看着我，就剩我和你了，我选谁都一样。不过你要是愿意做我的女人，我就去选杀人狂，轮椅上的这个让给你，如何？弹幕上一片哗然，是张胜啊，我听过他的名号，号称通关达人。
难怪呢，别人挑选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着急。原来是圣哥，他伪装了面容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这个夏希雾一看就是个花瓶，趁着我们圣哥难得怜香惜玉，快点答应啊！哈哈，笑死了！这个叫张胜的很强吗？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希雾小姐姐的后台是谁啊？张胜放到大 boss 面前就是个渣渣。在弹幕要吵起来时，有人花钱飘屏，带着明晃晃的嘲讽某些磕 CP 的智障，我忍你们很久了。抱走我家大 boss， 女玩家少来碰瓷，听着就恶心。我不知道弹幕上因为我就发生了争吵，只是看向等我低头的张胜。老实讲，选择哪一个我都无所谓。我进来副本为的不是通关，而是找到网恋男朋友沈凤舞。他是恐怖世界大 boss， 送过我一个道具，名为恐怖 boss 的庇佑。有了这个道具，副本当中这些鬼怪应该没有谁敢杀我。滴答，突然间有冰凉的液体落在了我的脸上。我一抬头，发现下起了秋雨。正打算拒绝张胜的油腻搭讪，视线不经意落在了一处，那是老院长所指的房间，外面有一处小阳台。傍晚，虽然光线昏暗，我仍是窥见了一抹身影，坐在阳台的边缘外。那抹身影透着点点滴滴的熟悉。在我专注望着他时，对方也若有所感，低头看向了我。他一低头，一头如墨长发就随风飘散出了绝美弧度。楼上楼下咫尺距离，如隔云端。我仰望着他，只觉他像极了神明，触不可及。可是如果他是专属于我的神明呢？那么亲手摘下它，有何不可？夏希雾，人美名字也美，别清高了妹妹，依附我将会是你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我选择他，我要领养他。随口打断张胜，我对着那抹身影做出了坚定的选择。顿时，张胜一张脸黑了下来，不屑轻嗤一声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蠢货！我懒得理会他，转身就想跑上楼。经过轮椅女孩身边时，她歪了歪头，好心夸我：姐姐，你是第一个主动选他的，胆子真大呀！我一口气上楼，抵达了房门外，刚要推门进去，发现门上了锁，铁链子一圈一圈紧紧缠绕，我根本进不去。沈凤舞，开门！我想我不会认错男朋友的，抬手就重重拍门，一边拍门一边还不忘威胁他：沈凤舞，我已经发现你了，你要是再敢逃跑，我就真的不要你了。想起被他剥离记忆，遗忘了他3个月，我气得牙痒痒。可是别后重逢，我又有点心软。刚进副本时，我笃定了见到他，一定要骂他一顿，最好打他一顿。结果现在隔着房门还没见到他，我就开始不舍得了。说到底，我内心十分清楚，沈凤舞2次送我离开恐怖世界，完全是为了我好。他难道不想我留下来吗？他想的，很想很想。他只是太傻了，学会了人类的情感，没有学会人类的私欲。喜欢是占有，爱是克制。他一个怪物，恐怖世界大 boss， 比人类更懂这一点。话虽如此，我拍了半天的门，他竟敢一直不开。这让我胸腔之中燃起了一把无名火。沈凤舞，你给我开门，现在立刻马上！再不开门，看我进去怎么收拾你！好在我还没说完，赶在我发火前，面前响起了啪嗒一声，房门打开了，缠在门上的铁链全部自动打开落地。算你听话！我轻哼一声，推门直接进去，发现屋内没有开灯，到处一片黑漆漆。只在阳台上，我窥见了一道身影，背对着我而坐，透着一种孤零零的哭寂。我不知道灯的开关在哪里，只好摸索着往前走。外面秋雨绵绵不绝，随着夜的降临，到处陷入黑暗。沈凤舞，是你吗？直到走进那道身影，我才意识到了不对劲。这道身影比起沈凤舞的身影，似乎要更单薄一点，而且面对我的问题，他也不予理会。沈凤舞在我面前从来不会无视我的。蓦地，我理智回笼，别后重逢的兴奋消散了一些。我后知后觉意识到，是不是认错了男朋友呢？细细一想，老院长说过的，房内关的是杀人狂，需要领养人感化。问题是，沈凤舞是恐怖 boss， 他怎么可能随意现身，还被玩家随便领养？这一次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太生气，太想早点见到沈凤舞，这才闹出了这么大的乌龙。眼前这个身影薄弱，虽然也有一头长发，但是谁敢说杀人狂就一定是男人呢？再说了，男人留长发是少数，女人留长发才是多数。一想到这是杀人狂，我内心打起退堂鼓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想要先离开房间。砰！不料对方察觉了我的意图，房门猛地重重关上，吓了我一跳。尽管在我身上存在着恐怖 boss 的庇佑，鬼怪都会畏惧沈凤舞，不敢对我下手。可是万一呢？万一有哪个鬼怪发疯，冒着被沈凤舞灭绝的危险，也要对我下手呢？你好，我是你的领养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一边敷衍着介绍，一边小心点开道具。洋娃娃替身还有2次使用机会，偏偏我现在站在鬼怪身后，使用替身骗不到鬼怪啊。还有一件红嫁衣，这是上个副本掉落的道具，目前效果未知。以及一把匕首，这把匕首是我第1个副本时就下一个玩家的报酬，他应该可以砍伤鬼怪。毕竟在上个副本，有个玩家陈卓想要和我合作，让我砍掉沈凤舞1根触手。既然这把匕首连沈凤舞的触手都能砍断，砍伤鬼怪肯定也没问题。
我把匕首握在了掌心，观察着那道身影，他一动不动的，像是雕塑一般。我叫夏希雾，你呢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很吵。我尝试着拉近距离，获取逃生的机会，却是毫无征兆的。少年开口打断了我，音色清澈，带着薄薄的阴哑，勾勒出了一丝丝熟悉感。他是沈凤舞。我一时愣住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黑色触手缠绕住了腰肢，身子腾空转了一个圈，落在了少年的对面。孤儿院外，傍晚小雨绵绵，坏掉的路灯摇摇欲坠。我停在半空，窥见了少年的模样。他穿着黑色衬衫，绒墨长发散落，皮肤苍白的不像话，整个身躯薄而清瘦。那张绝色的面容看着更是年轻极了。呜呜，骤然相见，我反而不可置信，但是未知的恐惧一下消散了个干净。你想杀我？少年视线下移，落在我的手心，那里攥着一把匕首。我根本不接话，随手就收了匕首，委委屈屈看着他。沈凤舞，果然是你，你藏得够深啊。沈凤舞。眼见少年重复了名字，像是很少开口说话，语调有一些生涩。好，又装不认识是吧？我提心吊胆了这么久，内心早就积攒了恼火。蓦地，我仗着黑色触手的缠绕，身子往前一探，想也不想一巴掌扇了过去。沈凤舞，你这个混蛋，又来这一招，有意思吗？早在上个副本，他就隐藏过容貌，在我面前扮演陌生的新郎，现在竟敢又来一次。他看准了我脾气好，不会生气吗？少年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，脸上浮现一点茫然。倒是他身下的黑色触手显得十分激动，缠绕我的力道不断变重，像是要把我的腰肢弄断一般。我感到了不舒服，以为他们也在生气，不由伸手摸了摸黑色触手，安抚了他们一声。好啦，我知道你们很想我，先等等好不好？说着，我还捧起其中一根黑色触手亲了亲。我也很想你们啊，都怪他是不是？我先和他算账。随着我亲了亲黑色触手，顿时所有黑色触手一僵，仿佛十分不可置信。他们很凶的，这个胆大包天的人类竟然敢亲他们。顷刻间，黑色触手们一根根竖起，一边卷住我的腰肢，一边恶狠狠盯着我，似乎只要少年一个命令，就会毁灭了我。唯有被我亲过的那根黑色触手，扭扭捏捏穿过了其他黑色触手，想要阻止他们伤我。我对黑色触手亲昵的语气，映着少年的面无表情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呜，你还不抱抱我吗？我叹了口气，不想这么僵持下去，干脆冲着沈凤舞张开双臂，一脸求抱抱的模样。眼看着被我打了一巴掌的少年，一直阴郁着一张脸，我抿了抿唇瓣。你还生气呀？你一次次送走我，又让我失忆忘了你，打你一巴掌也是你自找的。见他迟迟不动，我瞅准一个时机，猛地朝他扑了过去。黑色触手连忙想要阻止我，只可惜我已经伸出了手，刚好搂住了少年的脖子，埋在了他湿凉的颈窝处。呜，你为什么不抱我？我不相信，你一点也不想我。他就是一个恋爱脑，怎么可能不想我？他应该是没想到我失忆了3个月后还能再次记起他吧。也是，我失忆了3个月，每天吃喝玩乐，过得还算快活，不像他活成了忘妻时。他在等我，一直在等我，我知道的。于是我也不再扭捏，张嘴在少年脖子上生涩地吮吸出了一枚吻痕。吮吸完，又亲亲他泛红的耳朵，然后认真地警告他：呜，别再丢下我了，你要再敢推开我，我就真的不再回来了。你放肆！少年像是从未和人亲密过，单薄的身子彻底一僵，连声调都不稳了。这就放肆了？我轻笑了一下，不打算轻易放过他。也许只有占有了他，他才会感受到我愿意留下来，永远陪他沉沦。随手解开他黑色衬衫的衣扣，我顺着边缘就探了进去，摸到了胸肌与腹肌，手感真的不是一般美好。亲你是放肆，摸你是什么？我仰头看向少年的眼睛，那里深渊一般泛着戾气，却又萦绕着淡淡的紫色，神秘而又蛊惑。在他反应过来之前，我勾着他的脖子起身，缓缓低头吻住了他温凉的薄唇，探入他的口中，品尝着他的滋味。我悄悄推倒了他，把他压在了身后的地板上，然后我一边分开了腿坐上他的腰腹，一边解开了衣服。衣裙坠落，在这破旧孤儿院的楼上氤氲出了层层暧昧。呜，我不想错过了，你要了我吧？就是你轻一点，我是第一次，我想前2次是我疏忽大意，才会放任沈凤舞一次次跑掉。这次我做好了准备，先把他占为己有。你不知羞！见我解开衣服，绽放旖旎的春光，少年一时忘记反抗，慌忙移开了视线。很显然，他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，竟被一个色迷心窍的人类狠狠调戏了。我就是太知羞，才会一次次错过你。我认认真真解释，俯身趴在了他的胸口，缓缓放轻了声音。呜，遗忘你的3个月，我没有那么快乐，甚至我会感觉难过。期间，那些黑色触手缠绕在我腰上，一如我骑在沈凤舞腰上，亲密贴合着我的肌肤。黑色与白色交织，有种莫名的和谐。就是他们力道有点重，我感觉呼吸有点困难，反手摸了摸黑色触手，你们轻一点，弄疼我了。乖啦，先放开我。随着我一根根抚摸过，
黑色触手一下呆住了，立在那里久久不动，哪里还有半点凶悍。好乖啊！我夸赞他们一句，对着少年意有所指，你看，比起你总是口不对心，他们就诚实多了。这么乖的小触手，我是不是该奖励一下？我说着，拉过一根黑色触手，再次亲了亲它。顿时，所有黑色触手沸腾了，统统叛变了，摇曳着过来，全都渴望我的亲亲。别着急，先等等。我安抚完了黑色触手，又看向了少年，轻笑：呜，我都这么主动了，你一个人类，我碰你，你找死吗？被我压在身下的少年突然抬头和我对视，深不见底的一双眼睛萦绕起了淡淡的紫。还是说，你的目的是想让我放过你？少年音色沉冷，和他身上的温度一般，透着淡淡的湿凉。我后知后觉意识到，他身下是无数的黑色触手，如果直接亲密，我一定承受不住。你不是可以变成双腿吗？我眼巴巴问着，换来他的反问：你怎么知道？到了这一刻，我再怎么色迷心窍，也察觉到了不对劲。沈凤舞，你说我怎么知道？我当然是见过呀。听着我义正言辞的解释，少年语气弥漫出了危险。我不是舞，你认错了。我好不容易主动现身，却被他一直无视，羞耻之下难免感到难堪。难堪之下，我差点气笑了。好，是我认错了。你和我男朋友长得一模一样，但你不是他。行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出乎意料的，少年给了这个答案。这算什么？我实在不理解。可是细细观察少年的反应，他看着不像装的。舞，你是生病了还是失忆了？我顾不得什么现身了，伸手摸上他的额头。我是夏希雾，你的女朋友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面对我的自我介绍，少年的回应是控制黑色触手卷起我丢在身后的床上。这还不算，他还控制黑色触手拉起被子包裹住了我，又把黑色触手当成绳索一圈一圈在被子外面捆绑，完全束缚住了我。见他防狼一般防着我，我再次气笑了。沈凤舞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话一出口，我自己先沉默。眼前的少年是恐怖 boss， 真就不算是男人，最多算是男怪物，男扮。不过嘛，我用脸蹭了蹭距离最近的黑色触手，见他害羞的一颤一颤，也偷偷回蹭了我。我可以确认，就算沈凤舞真的失忆，他也不讨厌我。于是我向他发出邀请，我是你未来的老婆，过来陪我一起睡觉，好不好？少年确实过来了，只不过他是停在床边，居高临下审视我。这是你的感化方式？感化？我想起通关任务，领养一个孤儿，感化他。虽然一时不明白，他身为恐怖世界大 boss， 怎么沦为了孤儿院的孤儿？不过现在，我确实是他的领养人。房内一片昏暗，我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我笑眯眯点头。是啊，我是你的领养人，需要感化你。感化第一步，就从同床共枕开始吧。少年长发散落，萦绕出了恐怖氛围，分出一根黑色触手缠住了我的脖子，凶巴巴威胁我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杀了你。感受着黑色触手放水，缠住我的力道很轻，我敷衍地配合他，别杀我，我怕死了。然后少年就沉默了。呜，我有点困了，晚安。我突然恢复记忆，又快速进入副本，一心想要找到沈凤舞，精神一直处于紧绷状态。现在男朋友找到了，我困意上头，安心闭上眼睛。只可惜我被他困在了被子里面，没法拉着他一起上床睡觉。这个人类女孩就这么当着他的面睡着了。少年缓缓俯身，逆着胆大包天的人类女孩伸出了冷白清瘦的手指，碰了碰她的脸颊，确认她是真的睡着，不是装睡。少年绝色而又年轻的面容浮现出了阴郁，外带一点困惑。游走在恐怖世界，他生来就是主宰，以着高高在上的姿态，睥睨鬼怪与人类的生死。时间久了，他感觉无趣，偶尔会随便选个身份进行不同体验。过往那些玩家对上他的态度，要么小心翼翼讨好，要么彻夜不眠防备。当然，也有不自量力，妄图和他交手的，无一例外，他们全都死了。唯有这个人类女孩，她大胆、好色、难缠，他敢打她，敢亲她，也敢亲她的触手，还敢大言不惭地想要现身，是该杀了她，对吗？少年轻声说着，缠在女孩脖子上的黑色触手开始收紧，弥漫着点点杀意。黑色触手扭扭捏捏，有点不想杀了女孩，他好像很喜欢他们呢。可下一刻，睡梦当中的女孩不知道梦见了什么，身子动了动，抱抱我，为什么不抱我？闻言，少年勾起了不久前的回忆，女孩冲着他要抱抱，还对他上下其手。瞬间，他苍白的脸上泛起了薄薄的绯红，就连耳朵也红了。呜，我好想你。却又听到女孩这一句，少年冷下了脸色，很是面无表情。呜，沈凤舞是他的男朋友，而他把他错认成了一个替身。夜雨潺潺，漆黑的房内凝聚起了白雾。就让他最后一个死吧！年轻的恐怖 boss 做出这一决定，消失在了茫茫白雾当中。醒来时，我有点头疼。孤儿院隔音效果太差，我这一夜睡得迷迷糊糊，耳畔不是孤儿们的低低哭泣，就是玩家们的破口大骂。下楼后和玩家们打了个照面，我微微一怔。只是短短一夜，他们一个个大变样。领养连体兄妹的情侣，脸色惨白，失了血色，看起来十分憔悴。
领养唐氏儿的男人和领养婴儿的女人，两人是一对夫妻。此刻，男人一脸抓狂，操！那个脑瘫一整晚不睡，非要拉着我玩游戏；女人则是胸口沾满了鲜血，精神濒临崩溃。你只是不睡觉。那个小杂种一直哭着要喝奶，把我咬得流了好多血。老公，我受不了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一定会死的。除去情侣和夫妻，就只剩下了张胜。5人当中，他状态最好，正坐在那里若无其事地喝茶。此时，弹幕上开始破口大骂：张胜真恶心，竟然猥亵了无知女，他就这么饥渴吗？双标什么呢？玩家和鬼怪本就对立，鬼怪可以虐杀玩家，玩家怎么不能玩弄鬼怪？孤儿很可怜啊，从小惨遭父母遗弃，还要面临各种恶意，生而不养，能不能判刑啊？老婆，你先再忍忍，比起选择杀人狂的那个玩家，我们不算太糟糕。领养唐氏儿的男人还没说完就愣住了，因为他看见了我，安然无恙的我。不，何止安然无恙，我状态比张胜还要好。除了他，其他几人也是一脸错愕。喂，你选择的不是杀人狂吗？你看起来怎么一点事没有？领养连体兄妹的情侣中，女方忍不住开口问我。哦，他昨夜不想杀人。我淡淡一回，是敷衍也是伪装。果然，几人不相信，不断暗暗打量我，猜测我肯定有不少道具。张胜摸了摸下巴，冲我笑了笑，夏小姐，你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，真让人刮目相看。下意识的，我有些排斥他，没有理会他。通关的条件是用爱感化孤儿，消除他们的怨气，时间只有7天。因此，玩家们骂骂咧咧过后，开始各自想办法，怎么感觉领养的孤儿。我找到厨房，做了一些饭菜，然后拿出手机给沈凤梧发消息：55，你需不需要吃东西？我做了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吃吧。之前我被沈凤梧删除好友，他迟迟没有重新加我，我想要网上联系他，只能发送验证消息。结果下一刻，我整个人惊住，因为验证消息发送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，因为手机没信号，连接不了网络。的确，置身恐怖游戏，手机是用不了的。可是明明前面2个副本，凡是沈凤梧存在，我是可以和他发消息的。我不死心，再次发送了一遍，又再次的失败。一时间，我不知怎么，心底冒出一股寒意。我想起领养的少年，他和沈凤梧有着一模一样的面容，我以为是沈凤梧失忆，可是万一呢？他有没有可能不是沈凤梧？不可能，他也有黑色触手，这是独一无二的，他就是沈凤梧。是这个副本不对劲，出现了未知的问题。我心不在焉想着，一转身又吓了一跳。不知何时起，身后出现了一群孤儿，悠悠抬头盯着我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我没有照顾小孩子的经验，也清楚知道他们不一定是小孩子。很快的，我又发现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饭菜上。我咽了下口水，试探着递出了饭菜：你们是不是饿了？要吃吗？几乎是一刹那，孤儿们涌了上来，抢夺着那些饭菜。见到这一情形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用现有的材料给孤儿们做了一桌饭菜。他们吃饱后，死寂的脸上呈现出了一点孩子的纯真。很好吃，谢谢姐姐，姐姐辛苦了。离去时，他们还齐声道谢，倒让我有点意外。白天的时间流速明显要快一些。没过多久就入了夜。入夜后，老院长幽灵一般出现，扔下了一句话：各位领养人，可还满意领养的孩子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最开始的3天，领养人要是和领养的孩子不适配，可以私下友好商量，进行一次更换。我要和他领养的人进行更换。领养婴儿的女人一听，指着我就开口。领养唐氏儿的男人悄悄看了张胜一眼，显然他想和张胜换，却又不敢开口。原本笑眯眯的老院长突然阴沉了脸色，看我，上年纪忘性大，刚刚说反了，领养人没有更换孩子的权利，是孩子不满意领养人，可以私下进行更换。此言一出，女人想到了什么，惊恐而又绝望。果然，她抱着的婴儿再次狠狠咬上了她胸口，流出了新鲜的鲜血。妈妈，你不要我了吗？妈妈，小宝舍不得你。同一时间，其他的唐氏儿与连体兄妹也都朝着自己的领养人撒娇：爸爸妈妈，不要丢下我。你说过你会好好爱我，我才选择做你的孩子，你现在不要我了吗？他们嘴上这么说，脸上神情诡异，透露着兴奋与戏谑，藏不住的满满恶意。只有轮椅上没有4肢的女孩怨毒地盯着她的领养人张胜，一言不发。弹幕一直活跃着：哦嚯，玩家们好惨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孤儿是感化不了的，4S 级的副本哪有那么容易？除了胜哥，其他人死定了。我只想知道，西雾小姐姐领养的少年是不是大 boss 啊？很快，有人花钱飘屏，这个夏西雾能在杀人狂手上安然无恙，是有几分本事。但是我再说一遍，别碰瓷大 boss 行不行？他不和任何女性沾边。飘屏到一半，直播突然完全断掉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大 boss 出现了？飘屏的，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等着打脸吧。马德，到底有什么是我尊贵的会员不能看的？我要更换领养人。毫无征兆的，从楼上落下了一道声音，是沈凤梧。我抬头看着楼上阴影处站着一抹高大清瘦的身影。55，你要更换了我？
我起身，不可置信地质问他。老院长也起身，询问少年道：“你要更换哪个领养人？”“就他吧。”少年指了一下抱婴儿的女人，转身就消失在了阴影处。女人胸口正在流血，迫不及待就把婴儿塞给了我，然后提心吊胆上楼。我心中无名火起，低头看着丑陋的婴儿张嘴，显然是要叫我妈妈。“别叫我妈妈！”我冷冷一说，婴儿扁了扁嘴巴，乖乖闭嘴了。见状，我确认了沈凤梧送给我的道具，恐怖 BOSS 的庇佑是有效果的。偏偏他失忆了，否认是我男朋友就算了，还换掉了我。你怎么做到的？领养唐氏儿的男人看看差点被婴儿折磨死的妻子背影，又看看呵斥了婴儿安然无恙的我。我没说话，在玩家们注视下，抱着婴儿上了楼。这一夜，我辗转难眠。睡到半夜，我猛地坐了起来，吓了摇篮车当中的婴儿一跳。尤其是我一低头，冷冷看着他的时候，丑陋的婴儿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。不是，沈凤梧他有病吧？竟敢换我，他以为我非他不可了是不是？面对我的吐槽，婴儿默默闭上眼睛，一副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。早上起来后，我情绪郁郁。这就算了，摇篮车当中的婴儿不见了，领养人把孩子弄丢了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直至门外隐约传来了男人的哭声：“老婆，你醒醒啊！”老婆，我打开房门，循声走过去，却是一开始领养婴儿，昨夜和我进行交换，跟着少年走的女人死了。她死在少年的门口，被门上一圈一圈的锁链缠住了脖子。乍一看是窒息而亡，实则在她的身上到处都是被咬的血洞。我想，我知道婴儿为什么不见了。夏希雾，凭什么不管是恶婴还是杀人狂，你都能平安无事？男人一见到我就恶狠狠冲了过来，愤愤不平地质问。见我不回答，他先是道德绑架，是你害死了我老婆，那个杀人狂是你领养的，你必须对我老婆的死负责。道德绑架完毕，见我还是不予理会，他露出了真实面目。你身上有很多保命道具吧？我老婆一条命，最少得值3个道具，你现在就转给我。恍然间，我打从心底生出了恶心感。我转身就走，男人追在我后面，说尽了威胁的话语。临到最后，他开始一步步退让，语气也转为了哀求。夏小姐，求求你补偿我吧，我失去了我老婆呀。一个道具，他值1个道具，这样总强了吧？你给我1个道具，这事到此结束，和你没有一点关系，就当是我老婆活该。玩家一死，道具就会自动销毁。这个贱女人自从进到恐怖世界，每次通关她都会拿走珍稀道具，只给我留下鸡肋道具。她死就死了，死的时候为什么不留下道具？啪！我本就心情不好，听着这些负面言论，终是再也忍受不了，转身甩了男人一巴掌，咽咽道：“滚！”男人明显欺软怕硬，挨了一巴掌也不敢反抗，甚至担心惹恼了我，咽下了所有的不甘心，没再继续追着我。院子里面秋雨连绵不断，孤儿院外面更是白茫茫的大雾。我再次做了很多饭菜，都给了那群孤儿。很奇怪，他们是鬼怪，却又喜欢吃人类的饭菜。比起他们，我是没什么胃口，停在了屋檐下面。我看着天色，默默等着入夜。也许我隐隐明白，少年为什么换了我，又把女人交给了婴儿，赋予了他死亡。入夜时分，秋雨沙沙作响，空气潮湿不已。沈凤梧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回去了。我走下台阶，仰头淋着秋雨，看向少年所在房间的那处小阳台。说完这句话，我转身就走，心底默数着1、2、3，刚数到3，我就听到了细微的声响，然后腰上出现了黑色触手，他们带着我平地而起。我身体失衡，下意识抓住了他们，宛如荡秋千一般，就荡到了楼上的高度。然后我腾空在阳台外面，看见了阳台里面的少年。选我会死。下着雨的傍晚，少年如墨长发散落，绝色面容忽明忽灭，让我看不太清。唯有他的声音透着病态的阴冷：“夏希雾，你现在还敢选我吗？”他问完就面无表情定定看着我，就连缠住我的黑色触手也在蠢蠢欲动戳了戳我，催促着我开口。如果沈凤梧失忆，那么这些黑色触手应该也不记得我。如此一来，他们一开始弄痛我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不出意外，他们当时对我起了杀意，差点想要杀了我。小病娇，我就不信拿捏不了你。我心里有气就得发泄出来。诚然，我不否认沈凤梧现在失忆，我不该和他计较。但是呢，感情这回事，哪有一个人主动的道理？哦，不敢了。我开口给出了这个答案。顿时，我分明捕捉到他眼底闪过了茫然与不解，就连黑色触手也僵住不动了。你不敢了？少年不确定，重复问了一遍。呀，你输了呀，沈凤梧，你的心他乱了。我心底轻笑，随手拍拍黑色触手，举高一点，拜托了。那些黑色触手听话举高了我，让我比少年高了1个头。然后我缓缓弯腰，捧住了他的脸颊，选了你就会死，我怎么还敢选？杀人狂先生，我为我之前的冒昧和你道个歉，我不该选你，更不该亲你、吻你，还摸你。我说着抬起了手，假装做了一个起誓的动作。你放心，接下来的这几天，我都会离你远远的。说完，我又拍了拍黑色触手，放我下去吧，
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回去哄孩子呢。黑色触手有些不情愿，等待着少年能够挽留我。只可惜少年还年轻，不懂何为感情，也就不懂怎么挽留一个人类。他只是控制黑色触手放下了我，冷冰冰丢下一句：你不选我也会死。哦，那就是我的事，和你没关系了，不是吗？我一边往下落一边看着他，轻描淡写一说。光线朦胧，少年面容模糊，只余下别扭的3个字：随便你。重新站在了地上，那些黑色触手没有急于收回，可怜巴巴对着我。我抬手一一摸了摸他们，乖啦，收回去吧。转身进了孤儿院，我打算上楼回房。和早上的心情差不同，我现在的心情不错。毕竟我确定了，就算失忆，沈凤舞也是在乎我的。夏小姐，你一直在外面做什么？我刚一上楼，身后就响起了一道男声。我回头，是张胜。夏小姐长得又漂亮，能力又很强，不如进我房间聊聊这次怎么通关。他对我发出邀请，笑得轻佻而又油腻。在他的身旁，轮椅上没有双腿双脚的女孩一直死死盯着他。没兴趣。我视线掠过轮椅女孩，回身进了房间。这一夜，我使用了道具洋娃娃替身。看着床上躺着的栩栩如生的我自己，我抱起重新回来的婴儿，放在了这个替身旁。此后，我悄然推开窗户，爬到了香菱的房间。白天时，我有观察过，香菱的房间没有住人。一夜过去，我听到我原本的房间传出了婴儿的哭声，混合着男人的惨叫声，久久回荡不绝。第4天早上，我回到原本的房间，看见了满嘴是血的婴儿，也看见了地上男人惨不忍睹的尸体。是领养唐氏儿的男人，最先死去女人的丈夫，两人一起死在婴儿手上，也算不枉夫妻一场。虽然长得丑，但是挺厉害的吗？我看向婴儿，夸赞了这么一句，却见丑陋的婴儿像是害羞了一般，泛青的脸上浮现了粉色。好吧，看起来更丑了。男人死在我房间，剩下的情侣与张胜再看向我的眼神流露出了防备，尤其是张胜，他面对我时油腻的笑容都收敛了不少。强者总是让人敬畏，弱者总是饱受欺凌。总结下来，张胜不过是个欺软怕硬的烂人罢了。白天的时候，我照旧做了饭菜，孤儿们一个个吃过。不明错觉还是怎么，我现在在看着孤儿们，感觉他们不再那么可怕。或许是因为他们有礼貌的缘故，他们会说谢谢，还会帮忙刷碗。期间，领养连体人兄妹的情侣发现了我给孤儿们做饭，以为这样可以获得什么好处，就模仿了一次。奇怪的是，差不多的饭菜，孤儿们理都不理，导致他们浪费了食材，被老院长惩罚。接下来几天，全面打扫整个孤儿院。两人本来就被连体人兄妹深夜折磨，白天又要干活，终于也忍无可忍了。当夜，我分明感受到两人看着我怨念的眼神，于是我取出了洋娃娃替身，用完最后一次机会。不过这一次，我没有进香菱的房间，而是偷偷出了门，找到一个空房间进去。这个空房间也有小阳台，正好和沈凤舞的小阳台相连。我小心翼翼爬过外墙，潜入了沈凤舞的房间。她的房内除了一张床，就只有一个大木箱。我掀开箱子，跳进去合上。箱子上面存在缝隙，勉强能够窥见一点视野。啪嗒，没过多久，我听到落锁的声音。我蹙眉，感到一点奇怪。的确，沈凤舞在这个副本扮演的是一个杀人狂，会被长期锁在房内。然而，沈凤舞是恐怖大 boss， 出入不是通过门啊，除非进来的不是沈凤舞。正想着，就听到了一男一女对话，赫然是领养连体兄妹的情侣。我很是意外，我使用洋娃娃替身，防的就是他们。万万没想到，他们没去我的房间，而是来了沈凤舞的房间。难不成他们发现我进了沈凤舞的房间？就算发现，他们这么贸然进来，不怕死吗？然而下一刻，我听清了对话，浑身血液冰凉。兰兰，你确定杀人狂就是恐怖大 boss 吗？万一他不是，我们浪费了道具回去是要受处罚的。这是情侣的男方，我记起他的名字是叫顾磊，女方的名字是叫江兰。受处罚就受处罚，总好过被折磨死。你放心，我们被送进这个副本，就是因为在这个副本，这个恐怖大 boss 还在成长期，属于能量最薄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最大程度取得触手，然后利用道具脱身。这几天，凡是出现在孤儿院的孤儿，我都一一感应过，怨念没有到达顶点，唯有第2夜杀人狂出现时，哪怕只是站在楼上，我都能感应到他身上极致的怨念，他就是恐怖大 boss， 不会有错的。两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道具，打算对付沈凤舞。我心口发凉，早在上个副本就有一个玩家找我合作，说是想要砍掉沈凤舞一根触手，带回现实世界研究。不曾想，这个副本的2个玩家更是冲着沈凤舞来的。我该相信沈凤舞，他不会有危险的。可是他们准备了充分的道具，同时这个副本还是沈凤舞最虚弱的时候。沈凤舞失忆，是不是也受此影响？脑海不断转动，我思考着怎么提醒沈凤舞，以及我能做什么。我只是普通人，身上道具有限，除了一把匕首，就是一件效果未知的红嫁衣。我最好不要出去，帮不上沈凤舞的忙，还可能成为他的拖累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取出了红嫁衣，穿在了自己的身上。
有人使用道具。这个房间有玩家存在。偏偏我百密一疏，刚刚穿上红嫁衣就被江兰发现了。他们马上开始寻找，房内可以躲藏的地方有限，很快就到了大箱子前。就在他们打开大箱子的前一刻，周围浓浓的大雾降临。明明是半夜，房内一片黑暗，偏偏因为白雾茫茫，硬是多出一丝亮光。接下来1分钟，我看不清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无数黑色触手席卷。顷刻间响起了顾磊慌张的声音：怎么回事？准备的这些道具怎么一个也不起作用？江兰也绝望不已，太可怕了，这个怪物没有弱点，它太可怕了。我的腿断了啊！不多时，两人接连惨叫，最后是江兰愤怒的嘶哑声：顾磊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腿断了，你竟然丢下我还锁门，你不得好死！不难推测，在发现对付不了沈凤舞后，顾磊丢下了断腿的江兰，自己一个人逃生。甚至为了给自己争取逃命时间，他还从外面锁上了门，完完全全绝了江兰的生路。不要杀我，求求你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，求求你放过我！江兰开始哀求，她距离我很近，我闻到了淡淡血腥味。而在下一刻，她竟然打开了大箱子，露出了里面的我。夏希雾，是你！江兰知道房内有人，但是明显意外会是我。夏希雾，你救救我！你和这个杀人狂待了一夜，他都没有伤到你，你肯定有办法脱身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丢下我，你带我一起，我出去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此刻，江兰披头散发，惨白着一张脸，放弃了所有的自尊，不断哀求着我。我看向他的腿，只剩下了一条，地上流了一地的鲜血。而在他正前方，少年伸下黑色触手，散发着浓浓杀气。只是一和我对视，少年微微一怔，收敛了一些杀气，朝着这边靠近。见他靠近，已经奄奄一息的江兰什么也顾不得，双手和剩下一条腿并用，艰难朝着门口爬去。少年没有理会江兰，停在了我面前，黑色触手卷着我离开了大箱子。你和他们是一起的。少年漂亮的眼睛萦绕着一层薄薄的淡紫，一副青涩无害的模样。只可惜，这只是他的假象。如果不是江兰打开了大箱子，露出了里面潜藏的我，他的黑色触手应该已经撕碎了江兰。自然，顾磊逃不过的，哪怕他抛弃了江兰求生，也只是保命一时，多半脱离不了副本。夏希雾，你也想杀我，是不是？少年继续问我，声音湿凉无温，细听之下隐有一丝委屈。这2天我故意没有找他，和他划清了距离，就是为了冷一冷他。今夜我再来找他，则是为了和好。失忆了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过是重新相爱一次，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和他们不熟，我来也不是为了杀你。我认真回答他的问题，顺着他的黑色触手，正想和他拉近距离，不期然我想起了什么，偏头看向门口。那里江兰一脸震惊不已，看着我和恐怖 BOSS 相处。我有点苦恼，和沈凤舞的恋人关系，不希望有人知道。可下一刻，江兰突然就被黑色触手席卷，然后甩向小阳台，跌落在了院子里面。我回头，少年一眨不眨看着我，你来是为了什么？我不急于回答，指了一下江兰，你为什么没有杀他？江兰和顾磊冒犯了他，按理说他不会轻易放过的，除非……我歪头轻笑了一下，你不想当着我的面杀人是吗？你是在担心我害怕你？少年角色的脸上没有波动，却又在无形之中默认。我没有再问下去，回答了他的问题，我来是为了见你，想你了呀。闻言，少年控制黑色触手，把我带到了眼前，和他咫尺距离。骗子，你说过的，你不敢选我。少年一字一顿，语气分明不带感情，但是充满了控诉。那也是骗你的，谁让你擅自更换了我，选择了别人做领养人，我生气了呀。我如实告诉少年，却在他脸上窥见了一缕迷茫。显然，他不明白我生气的点在哪里。不明白就不明白吧，以后漫长的岁月慢慢教他就好。我好困，这2天没怎么睡觉，精神很不好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朝他伸出了双手，抱抱，我要在你这里睡，你陪我一起吗？我说的是实话，这2天一入夜，我就使用了洋娃娃替身，然后又去了别的房间。担心被人发现，我不敢发出声响，休息得很差。少年沉默一瞬，如愿伸手抱住了我，把我放在了床上。我让他一起上床，随手拉过他的黑色触手，当起了枕头。你也躺下，抱着我。我开始得寸进尺，抬手摸进少年的胸口，感受着胸肌与腹肌，心底一阵动荡。少年明显很少被人摸，到底不太习惯，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。夏希雾，你当真以为我不会杀你？会，你最会了，我家男朋友什么都会，真厉害。我敷衍地夸了夸他，一边埋进了他的怀抱，一边又拉过一根黑色触手搭在了我的腰上。对了，还有晚安吻，想起了这是恋爱必备，我拉下少年的脖子，在他淡色的薄唇上吮吸了一口。赶在他有些动容，想要学着回吻我的那一刻，我恶劣地躺了回去，笑眯眯道：晚安呀，我的男朋友。人类女孩在他怀里很安心地睡着了。少年茫然看着他，很是不懂，他怎么就一点不怕呢？先前他故意更换领养人，选择了他的同类，又安排了鬼婴处理对方。
事后他果然退缩了，口口声声不敢再选他。那时候他想，果然他和其他人类一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可是在刚刚，他解释是因为他生气了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生气，只知道再次触碰他让他很是欢喜，一点也不想杀了他。再看看黑色触手，看似被迫被女孩盖在身上，实则一根根心甘情愿，暗戳戳到处小心探索，像是发现了什么宝藏。他们不讨厌女孩，而他也不讨厌，甚至他觉得女孩全身上下无一处不令他满意，尤其现在贴着他，穿着鲜红的嫁衣，长发散落了下来，和他的长发重叠在一起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永不会分离。可是这样不对，不应该这样，他应该杀了他才是。感受到了他的这一错误念头，黑色触手涌动起来。这时候，女孩翻了下身，抬腿就压在了他的腰上。顷刻间，少年吓了一跳，仿佛做错了什么一般，莫名出现了心虚，本就薄弱的杀意一下消散了干净。至于他身下的黑色触手，更是遵从本能，落在女孩身上，一下一下轻轻拍打，像极了是在哄睡女儿一样。确认了女孩熟睡后，少年和他的黑色触手一起松了口气，然后面面相觑。他很有趣，是不是？少年低低问着，黑色触手们齐齐点了点头。那就留下他，永远陪着他吧。他说的，他是他的男朋友，哪怕是认错了也没关系。所谓的沈凤舞，他最好永远不会出现，否则他一旦出现，他就会杀了对方。沈凤舞，少年一字一字念着，缓缓做出了决定。他生于黑暗，从来名字。从这一刻起，他要做沈凤舞，他就是沈凤舞，这是女孩赐予他的名字，名字是他的，女孩也何该是他的。又一次到了早上时，我回了婴儿所在的房间，发现洋娃娃替身消散。这个道具只能使用3次，现在已经作废了。不过在替身消散前，我发现了洋娃娃被人碰过的痕迹，心头沉了下去。昨夜有人进入了我的房间，这个人不难猜，要么是逃走的顾磊，要么就是张胜。显然后者可能性最大。夏希雾，昨夜谢谢你，是你舍身救了我。被江兰叫住时，我刚刚给孤儿们做完饭，他没有死，脸色惨败一片。更让我惊奇的是，他本该缺了一条腿，现在竟然长出来了一般。是治疗道具，能够充当一下断腿，可惜治标不治本，我以后就要沦为残疾了。江兰苦笑了一下，看起来失魂落魄的。昨夜你也看到了，我的男朋友，不，现在是我前任了，他丢下了我逃生，还故意锁上门，不给我留半点退路。我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听得意兴阑珊。这个孤儿院副本，所有孤儿生来遭人遗弃，早就怨气深重，根本感化不了的，要想通关活命，只能另想主意。你要不要和我联手？不知怎么，可能是在副本待久了，见惯了生死杀戮。面对江兰提出的合作，我不仅想要拒绝，而且心底产生了杀意。昨夜，江兰和顾磊的目的冲着沈凤舞，想要取下他的触手。夏希雾，你领养的杀人狂，他不是一般鬼怪，可能是恐怖世界大 boss， 有他在的副本，通关率非常低，凡是见过他的玩家，无一例外都会死亡，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。江兰看出了我不想合作的意图，继续劝说着我，今夜我们一起探索，争取早点脱离副本。姐妹，别犹豫了，就只剩2天了。一般越到后期，副本危险就越大，随时会死的。我本想拒绝，临时又改变了主意。好，和江兰约定好，度过了平静的一天。只是一如江兰所说，孤儿院那些孤儿开始躁动不安，紧紧盯着剩下的玩家，仿佛他们是什么美味大餐。江兰和顾磊闹翻，他们领养的连体兄妹盯着他们一直在笑，就连张胜领养的轮椅女孩也罕见露出了阴沉沉的笑。当夜，我出门前脱下了外套，露出了里面的红嫁衣。早在穿上它的一瞬间，我就了解了它的效果。它是解控为主，防御为辅。有了它，我不需要担心再像前面2个副本突然被人控制的行动，遇到危险时也能够保命。和江兰会合时，他视线落在我的红嫁衣上，眸光微微一闪，这是什么道具？看起来好漂亮。是防御道具，能够抵挡伤害。我淡淡说着，江兰若有所思。然后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去到了沈凤舞所在的楼层。被他抓住的一瞬间，红嫁衣在昏暗当中亮起，流光溢彩一般，漂亮的不像话。我看向江兰，她急于带我上楼，没有发现这一点。到了楼上后，她让我停在一处，自己往前走动了2步。顾磊，出来吧，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。随着江兰一说，顾磊就从暗处走了出来。兰兰，还是你厉害，靠卖惨获得了他的信任。有了他，我们就能如愿以偿了。顾磊搓着手，远远看向了我，眼底写满了狂热与贪婪。我也是才想起来，早在3个月之前就获得过一个消息，说是恐怖 BOSS 偏爱一个女玩家，不仅放过她，还保护她。后来女玩家消失了3个月，我以为她死在了副本，只当那是一个谣言。江兰笑着一转头，打量货物一样打量我，没想到这要巧，她也和我们进了同一副本。昨夜我亲眼见证她接近了恐怖 BOSS， 那个怪物对待她确实不同寻常，谣言竟然是真的。
说到这里，江兰瞪了顾磊一眼，昨夜你丢下我逃生，回去再和你算账。当务之急，趁着我控制了他，等下移魂附身了他，就可以接近恐怖 BOSS， 斩断一根触手。不，既然恐怖 BOSS 偏爱他，只取一根触手太浪费了。我想想办法，尝试多取几根，取完我就可以回魂，留下他，好好替我抵罪吧。顾磊听完，亲了亲江兰，宝贝，你真厉害，你是这次的功臣，等到研究出来了神药，一定有你一颗。江兰推开顾磊，算着时间差不多，朝着我走近。夏希雾，你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犯蠢，这么轻信于人。他笑吟吟说着，又回头瞥了顾磊一眼，压低了声音解释，我不和他分手，不是多么爱他，是他对我还有用。倒是你，等我借着你砍断恐怖 BOSS 几根触手，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偏爱你，你的废话不是一般多。见他终于停在我身前，我忍无可忍，取出了道具匕首，反手就捅了江兰一刀。夏希雾，你没被控制。江兰不可置信捂着小腹，那里股股冒血不断。我生活在法律社会，第一次这么捅人，让我感到生理不适，手心甚至微微发抖，却也仍是攥紧了匕首。捅完江兰，我转身就跑向沈凤舞所在的房间，快点抓住他，不然我们会死的。听着江兰提醒顾磊，我也逃到了沈凤舞的门外，用力拍打着房门，呜呜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杀我！尽管我可以确定失忆的沈凤舞在乎我，但是我不确定他的在乎有多少。他在乎我的程度，决定了我是否留在恐怖世界。我不知道沈凤舞会不会恢复记忆，所以必须演一出戏，看看失忆了的沈凤舞还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男朋友。夏希雾，你真搞笑，和恐怖 BOSS 求救。顾磊显然不觉得恐怖 BOSS 真会偏爱我，轻嗤了一声，也就你们女人爱幻想，恐怖 BOSS 那种怪物连人类的感情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偏爱谁？他一边不屑说着，一边发动道具，结果话音未落，突然就面露惊恐，赫然是一根黑色触手捅穿了他的身体。同一时间，房门打开了锁，少年出现在了我面前，伸手拥住了我。呜呜，他们想要控制我，伤害你。为了不伤害你，我自损受伤了，我故作虚弱，倒在了少年怀里。他身下其他黑色触手迅速缠绕住了我，担心的到处检查。这不可能，这太荒唐了。顾磊嘴角流血，双腿跪在了地上。很快的，他又反应过来，在地上一边抽搐身体，一边看向我，别杀我，我不想死，救我！多可笑，他竟然向我求救，我看起来很像圣母吗？顾磊颤巍巍抬手，想要使用通关道具，发现无法使用，更加绝望了。怎么会？通关道具失效，我还有保命道具，我不会死的。濒死之际，他爆发了极致的求生欲，强撑着翻找另一个通关道具。结果他发现另一个通关道具不见了。江兰，是这贱人，是他偷走了我的保命道具，真吵！少年薄唇轻启，转身就抱起了我。我被他抱进房内，正疑惑顾磊没死，他这是心慈手软了。不想连体兄妹出现在了我的视野，他们咯咯笑着停在了顾磊面前，然后分别拽着顾磊两条腿往着黑暗当中拖去。同时，他们不忘礼貌道谢，谢谢 boss， 给我们留下了爸爸。他们看向顾磊，笑得天真残忍，爸爸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永远不能分开。不要，我不要！顾磊绝望大叫，嘴里不断涌出鲜血，双手死死扣在地板上。爸爸，你不乖哦！连体兄妹生气了，硬生生拽断了顾磊的胳膊。夏希雾，你可是一个人类呀，你竟然和怪物苟合，贱人！他刚一骂出口，我就见到一根黑色触手迅速蔓延变长冲出去，刺穿了顾磊的脑袋。顾磊死了，连体兄妹很悲伤，异口同声感叹道：又死了一个爸爸，真可惜。哪里伤了？房门关上，杀死顾磊的黑色触手邀功一般竖在我的跟前，他还沾着鲜血，我没法摸摸他，只好夸赞他，让他嘴贱，谢谢你，是我下的命令，你应该谢我。少年说出这句话，把我放在了床上，他看起来像是在和黑色触手争宠。黑色触手也一愣，不可置信转向了少年的方向，然后就看着少年面无表情，把黑色触手收了回去，化为了一双大长腿。他蹲在我的面前，检查了我的身下，确认了没有受伤。他再次起身，伸手想要脱下我的红嫁衣。你做什么？我故意不让他脱，见他红了脸，认真和我解释，你受伤了，看看你的伤。不要你管，你不记得我了，也不承认我是女朋友，为你受伤是我自愿的，不用你负责。我淡淡说着，他居高临下看着我，似乎无奈又无措。我不放过他，继续装下去，很疼，疼死了。他伸手，动作生疏摸摸我的头，接着刺破了手指，递到我的嘴边，喝了就不会疼。我别过头，声音含着哭腔，我不喝，才不要你的施舍。反正好好谈个恋爱，男朋友突然失忆了，我又是孤独一个人了，我开始啪嗒啪嗒落泪，一半是装的，另一半是真的委屈。磕磕绊绊长大，好不容易谈个男朋友，不是人就算了，是恐怖 boss 也算了。到头来我一直主动，他还一次次推开我，又搞出一个失忆。是，恋爱可以重新谈，但是现在的他和沈凤舞各方面相差太多，让我没有一点也不熟悉，真的很没有安全感。别哭，少年再次蹲在我的面前，
笨拙地给我擦拭眼泪，甚至他收起的黑色触手也开始躁动不安，有一根作为代表偷偷跑出来，亲昵蹭了蹭我的脸，明显在安抚我。我男朋友忘记了我，不再喜欢我，我还不能哭一哭吗？我抬眼和他对视，满腹委屈流露。少年眼睛泛起淡紫，像极了盛开在4月的梧桐花，漂亮极了。此刻这双眼睛盛满了一个我，就好像我是他的全世界。我没有不喜欢你。终于他开口承认对我的爱意。我趁机而入，逼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不承认你是吴吴？为什么不和我谈恋爱？少年沉默了一瞬，眼看我又要哭，和我分析道，我并非人类，你认错了男朋友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是你男朋友，可以陪你谈恋爱。也是到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失忆是全方面的，连名字都遗忘了。他以为我的男朋友是人类，把他当成了替身。我想笑，可是我忍住了，一字一字和他认真解释，我的男朋友沈凤吴，他是恐怖世界大 boss， 在这世上独一无二，谁也替代不了。少年一怔，明白了过来，沈凤吴是我，吴是你呀，一直是你。我低下头，和他额头抵着额头，然后我拉起他的手，放在了我胸口。我身上有个道具，是恐怖 boss 的庇佑，这是你给我的，你能感受得到吗？少年感受了一下，鲜少流露表情的脸上出现了迷茫与讶然。他终于相信，他就是沈凤吴男朋友，现在相信了吗？我笑着吻了吻他，少年低低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忘记你的。他接受了这一事实，生涩地抱住了我，又要给我喂血。那个吴，你不要生气，我没有受伤，骗你的。我和他坦白，多少有点心虚。他没有生气，只是尝试着吻我，生涩而又虔诚。哪怕人类与怪物跨物种，可是在亲密这件事上，天生就无师自通。不多时，我被他吻得差点喘不过气，黑色触手也悄然出现，绕紧我。在这个副本，沈凤吴要更年轻一些。他接受了自己是沈凤吴，和我再次谈起了恋爱。只不过比起失忆前，我们是网恋开始的。他现在很直接，他喜欢吻我，陪我一起睡觉，几乎全天各种触碰我。一开始他还生疏、羞涩、纯情，光是亲亲我就先脸红不已。后来他渐渐有了经验，掌控了主权，愈发不满足，连带黑色触手对我一样新鲜不已，不断摸来摸去。我几乎没再下过床，深感欲哭无泪。从前我碰过你吗？毫无征兆的，他问出了这个问题。我意识到他接受自己是沈凤吴，却又没有完全接受。你在吃醋吗？我拨开他的长发，亲亲他绝色的眉眼。不得不说，见他自己和自己吃醋，我感觉好玩又好笑。少年摇了摇头，吻了吻我的脖子。我想要成为你的吴。我失笑，傻子，你本来就是。他看着我，没再说什么，而是提及了从前。他想要知道我们如何相识，又如何相爱。我们是网恋，先加上了好友。你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，不怎么爱说话，有点沉沉闷闷。我呢，以为你是空号，把你当成树洞，等你给我回复，才发现你是活人。趁着沈凤吴失忆，我一边给他回忆相爱，一边灌输难得。我没再纠结为什么手机不能使用，无法添加他好友。总不过我选择了留下，会永远陪着他，已经用不到手机了。后来我们慢慢熟悉，对彼此有了好感。你源源不断给我转钱，帮助我发家致富。听到这里，少年发现了一点，你喜欢钱。我轻笑，挠了挠他的下巴。在我们的世界，没有人不喜欢钱，还喜欢男朋友温柔、听话、深情，要宠女朋友，要对女朋友好，还要尊重女朋友的意愿，不强迫她做任何不想做的事。这一点你做得很好。我刚进你的世界，有点害怕你，你担心我会分手，一直对我很好，甚至发现我不想留在恐怖世界，还亲手送我离开。说到这里，我眨了眨眼睛，和他诉说小秘密。对了，我们谈恋爱时，你会叫我宝宝。宝宝。少年听完，尝试叫了我宝宝，自己先脸红了。随后他嘘嘘把我压在身下，明明一脸情动，却又顾及我的感受，不会做到最后一步。宝宝，从前的我比起现在的我，你更喜欢谁？少年问的别扭，我还真思考了一下，结果没有等我回答，他先吻住了我。宝宝，留下来，不要走，我会做得比他更好。他叫我宝宝，越来越亲密，逐渐和沈凤吴相似了起来。我想，假以时日，他就算不恢复记忆，也会和从前的沈凤吴别无二致。他吻着吻着，开始不老实了起来，黑色触手剥离了红嫁衣，露出了衣无寸缕的我。我是舒服的，却也有点害怕。吴，宝宝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少年这么说着，也确实顾及我，只是他一次一次索取，纵然没有做到最后一步，我也承受不住。最过分的是那些黑色触手，每一根都要来一遍，谁也不肯吃亏。沈凤吴，你够了！我欲哭无泪，下床蜷缩在床角。少年一脸不知厌足，黑色触手缠着我的脚踝就往床上带。宝宝地上凉，过来我怀里，我保证不动你了，乖。我终于意识到跨物种太可怕了，他这还没发生亲密关系，就让我欲生欲死。真要发生亲密关系，我一定会死的吧。我想要反悔，不留下来了。江兰不见了，这让我大为意外。
他竟然脱离了副本。我想起顾雷死前念叨着什么保命道具，这是 4S 副本，他们都是老玩家，有一些特殊的保命道具，确实不奇怪。昨夜沈凤无注意力放在了我身上，江兰就成了漏网之鱼。对此我没有太大感觉，江兰总要再进副本，如果他死性不改，还想打沈凤无的主意，我并非圣母，不会阻止沈凤无杀了他。至此，玩家就只剩下了张胜。最后一天，我闭门不出，等待着副本结束。同时，我发现了一点，沈凤无不是无时无刻都在。白天时，他会消失一段时间。曾经有玩家和我普及过，沈凤无随着恐怖世界诞生，是整个恐怖世界的大 boss。他总需要时间处理一些私事，于是以防万一，我穿上了红嫁衣，匕首也随时紧握着。我防备了所有，独不曾想到张胜出现在了卫生间。他是突然出现的，应该是使用了瞬移道具。2天不见，他胡子拉碴，眼下一片青黑，可见饱受了孤儿们的折磨。夏希雾，你是有点小聪明，用了特殊道具让杀人狂放过你，然后一直躲着不出去，只可惜你遇见的是我。张胜阴沉一笑，我攥紧匕首，反手刺向他，他竟然一动不动，任由我刺了一刀。然后我就心口一痛，发现受伤的是我。再抬头看着张胜，摇了摇头，笑道：真是可怜虫，早在刚进副本时，我就对你们所有人使用了道具，凡是试图伤我的，只会加倍受到反噬，这就是我一直通关的秘密。你身上穿的是道具吧？只可惜主要效果是免控，无法完全免伤。的确，红嫁衣可以抵挡伤害，却又无法完全抵挡，因此我心口流出了鲜血，好在只是疼，并不算致命。妹妹，哥哥本来不想杀你，只可惜啊，谁让你感化了那些孤儿呢？随着张胜一说，我愣住。我感化了那些孤儿？据我所知，你只是做了几顿饭吧，一群没人要的杂种，吃几顿饭就被感化了，真够贱的。张胜唾骂了一句，又道 4S 副本通关会掉落稀有道具，根据玩家表现判定，你感化了孤儿，必要获得稀有道具，可是你死了，那就是我的了。我观察过，那个杀人狂这个时间段一般都会不在。妹妹，你要怪就怪自己不识抬举，又挡了我的路，我这人眦牙必报，所以乖乖去死吧。张胜一说完，就握住我的手腕，又让匕首对准了我心口，将要捅进去。关键时，黑色触手刺穿了卫生间的门，又朝着张胜侵袭。呜，不要杀他！我忍着疼痛，嘶哑制止了一声。我猜测张胜没有完全坦白他的道具效果。他说一进孤儿院副本，就对所有人使用了道具，凡是伤他的人就会加倍受到反噬。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一旦受了伤害，被他使用过道具的人也会承担伤害呢？下一刻，我的猜测得到了验证。随着张胜被黑色触手刺穿，我确实也再次受了伤。宝宝，少年控制黑色触手卷住我，落在了他的怀抱。对不起，我真该死。他一边道歉，一边手指出现，放在了我嘴边。我含住他的手指，咽下了他的鲜血，疼痛一下得到了缓解，伤口也慢慢愈合。你们，张胜看着这一幕，很是目瞪口呆。然而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少年抬头看向他，冰冷的杀意围绕住了他。一息间，我窥见少年淡紫色的眼睛闪过了一抹浓重的猩红，那是怨气与戾气的汇聚。你不能杀我，你杀我他也会死啊！张胜失去了运筹帷幄，整个人突然动弹不得，被一下甩在地上，直至鲜血淋漓。偏偏我安然无恙，再未受到丝毫伤害。最终，张胜残留着一口气，少年没再理会他。就在他以为自己逃过一劫时，轮椅女孩出现了，那是他领养的孤儿。他瞪大眼睛，里面写满了惊恐。轮椅女孩揪着他不多的头发，像拖拉机一般拖走了他。房门外，孤儿院所有的孤儿汇聚，灼灼盯着奄奄一息的张胜，凄凄舔了舔嘴角。临走前，他们朝我看了一眼，和面对张胜时不一样，他们脸上褪去了阴森，恢复了一派童真的模样，冲我甜甜一笑。姐姐，再见了。他们说完，带着张胜从我视线消失。看完了这一幕，我收回了目光，伤口已经恢复，疼痛早已不在。我唤着少年，刚一向上仰头，就有一滴眼泪滴落在了我唇边。他竟然哭了吗？宝宝，对不起，我伤了你。少年这么说着，就控制一根黑色触手，狠狠戳在了自己的心口。沈凤无，你疯了！你做什么？我又没怪你。我连忙伸手，想要阻止黑色触手，看着他心口流血，心疼的想要触碰。下一刻，我惊住了。我怔怔看着我的手开始变得透明。再看向沈凤无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沈凤无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又要送走我是吧？我再也不会原谅你。我愤怒的想要打他，手却因为透明穿过了他的整张脸颊。宝宝，不是我，你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。可是少年一脸无措，比起我还要茫然。他朝我伸出手，包括那些黑色触手也一起涌向我，拼命想要留下我。然而我还是越来越透明，眼睁睁看着自己消失在少年面前。宝宝，恍然间，我看着少年的手垂落在半空，抓住的只有一片虚无。在发现留不住我之后，他和他的黑色触手看起来像要碎掉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我察觉到自己要被传送出副本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反应，直至白色手环自动从我手上脱落，漂浮在了半空旋转。警告警告，时间线出现错误，玩家强行脱离副本，半空出现一行小字，让人一时不明其意。蓦地，我眼前一黑，因为情绪太过激动，整个人昏迷了过去。小姑娘，快醒醒！怎么好好的，突然昏倒在路边？我恢复意识时，耳畔响起嘈杂的声音。救护车来了吗？现在这小年轻身体真的太脆了。在120抵达前，我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映入眼帘是一处街道，上方是梧桐树，开满了淡紫色的梧桐花。哎，快看，人醒了！有人惊喜一说，我环视了一圈，是一些过路的人。我跌跌撞撞起身，看见了围住我的人群，也看见了熟悉的车来车往，唯独不见白雾茫茫，也不见我的爱人沈凤舞。这里是现实世界，不是恐怖世界。我是在这里进去的副本，出来也就在这里。和热心众人道了谢，一再坚持自己没事，他们联系了救护车取消。在众人注视下，我一步一步往前走，看着落地了一地的梧桐花瓣，啪嗒，不经意的又有梧桐花瓣掉落，落在了我的肩膀。我取下，在指尖流转把玩，神色有些恍惚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我停了下来，在等红灯期间，痴痴看着属于我的这个世界。你一个人类，我碰你，你找死吗？我不是呜，你认错了，我没有名字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我并非人类，你认错了男朋友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可以是你男朋友，可以陪你谈恋爱。你喜欢钱？从前我碰过你吗？我想成为你的呜，宝宝，留下来，不要走，我会做得比他更好。过去7天的回忆，走马观花一样在脑海流转。出狱时，少年和沈凤舞一模一样的面容，却要更加年轻。江兰和顾磊的对话，说是孤儿院的副本，属于恐怖 BOSS 薄弱期。以及最后2天，我以为少年一直和沈凤舞对比，是在和自己吃醋。其实不是的，他清楚自己没有失忆，更清楚他是沈凤舞，却不是我口中的沈凤舞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我又哭又笑，在这人来车往的十字路口，应该像极了一个疯子。原来不是失忆，而是时光流逝。少年从来不是失忆的沈凤舞，他是18岁时的沈凤舞，是未来年轻时候的沈凤舞啊！我阴错阳差，误入了错误的时间线，遇见了最初的沈凤舞。难怪一开始网恋，他每一处符合我的心意，还一直给我转钱。是我告诉他的，我喜欢钱，也是我告诉他的，我喜欢的男朋友必须温柔、听话、深情。他记住了每一次，还付诸行动。我要进副本，我现在就要进副本，我要见他，我迫不及待想要见他。他在等我，他一直在等我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哪怕我和他的分开不过寥寥几分钟。还可惜我无法开启副本，白色手环在现实世界根本不复存在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先回了家。接下来1个月，我日日盼着副本开启，偏偏十分奇怪，下一颗副本迟迟没有来到。而在一个深夜，我来了生理期，家里卫生棉用完了，楼下就有便利店，我穿好衣服下楼，还未出楼道，突然身后出现一个人，捂住了我的口鼻。我失去意识，昏死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类似太空舱的地方。我手脚自由，也就尝试着起来出去。一出太空舱，头顶白色灯光刺眼，我抬手遮挡了一下。夏小姐，你醒了。身后响起一道陌生的男声。我回身看清了是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也看清了自己置身的地方，应该是一处研究所。前方不远处，到处人来人往，有屏幕在半空投放，滚动着我看不懂的数据。夏小姐，欢迎来到我的研究团队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恐怖世界的顶级玩家。男人向我介绍了一句，身上流露着尊贵的气息。尽管他对我态度友好，可是我生性敏感，察觉到了他眼底流露出了好奇、轻视、不屑。老大，孤儿院副本，他是唯一的存活者，就和洪家一副本一样。这时候走过来了2个人，其中一个人会抱着，另一个人我竟然认识。江兰，是他。见到他，我也就明白了这处研究所怎么回事。夏小姐，这边请。男人做了个邀请的姿势，我和江兰对视了一眼，他看着的目光很是幸灾乐祸。往前走了一步，出现了一个实验台，男人开始和我介绍，自从恐怖世界诞生，我属于最早的一批玩家，通关了一次又一次。比起其他人想要逃离恐怖世界，我恰恰完全相反。人生苦短，排除重病与意外，也就短短几十年，进入老年更是每天等死，多么可悲啊，是不是？男人唏嘘感叹，和我对视一眼，试图得到我的认同。我不说话，静静看着他。可是恐怖世界那些鬼怪一直存在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他们始终不变，他们就和游戏当中的 NPC 一样，无论什么时候登录，他们就在那里，永远不会消亡。随着一次次通关，获得了无数道具，哪一样放在现实都是科学无法解释的存在。于是我就想，比起研究无法帮人脱离生老病死的科学，为什么不走另一条路呢？明明周围温度恒温，我不会感到冷的，可是在这一刻，
我打从心底弥漫起了一层凉意，皮肤也出现了一层鸡皮疙瘩。也许不需要再听下去，我已经猜到他们想要沈凤舞触手的目的了。夏小姐，你很聪明，我想你已经猜到我想要什么了。男人微微一笑，原本还算理智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狂热。长生不老不死，恐怖世界的鬼怪可以，人类为什么不可以？我看着他，终是吐露了2个字：疯子。夏希雾，你敢骂我们王博士，你才是疯子吧？明明身为人类，却和一个恐怖 BOSS 亲近，你们不会再谈恋爱吧？江兰偷了顾磊的保命道具，好不容易逃生，然而他失去了一条腿，在恐怖世界时还能依靠道具缓解，回到了现实世界，道具无法使用，他沦为了一个残疾。因为他的断腿是被黑色触手拧断，承受的疼痛也是加倍的。此外，顾磊是研究所的重要成员，他害死了对方，又沦为一个废人。如果不是提供了夏希雾的线索，他怕是早被赶走了。一旦离开了研究所，他就失去了依靠，再进恐怖世界副本，那和等死有什么区别？夏希雾，那是一个怪物，他有人类的情感吗？你被一个怪物白白玩弄，选择背叛人类，真够恶心的。因为身在现实世界，江兰再也没有了顾忌，对我进行言语攻击。这些言语攻击，我从前不会放在心上，可是现在，我不知怎么，心底隐隐滋生戾气，想要动手杀了他。砰！下一刻，江兰胸口绽放一朵血花，整个人瞪大了眼睛，直直倒在了地上。我错愕抬头，发现是所谓的王博士开了一枪，又把枪丢在了江兰身上。江兰死了，死不瞑目。我知道他得罪了夏小姐，之所以留到现在，不过是为了夏小姐出气。现在夏小姐出气了，我们可以谈谈合作了。王博士丝毫不觉得是在现实杀了一个人，他还是笑着，看似是人类，实则和恐怖世界的鬼怪已经没有差别。夏小姐能被恐怖 BOSS 看中，不失为一种本事。这几天，我翻阅了夏小姐的资料，也查找了夏小姐通关的3个副本，都和恐怖 BSS 相关。王博士一边说着，一边靠近我，我下意识不断往后退，直至退无可退，他才停下来，继续循循诱导。本来呢，我打算只取恐怖 BOSS 触手，用于研究实验。可是现在我发现，与其花费人力精力获得触手研究，还不一定研究成功。不如就和夏小姐合作，设计困住恐怖 BOSS， 从她身上得到长生之道，那可是长生，相信夏小姐也会动心吧。我靠在墙上，抬头看着王博士，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镜片下充满了疯狂。夏小姐，我们和普通人类不一样，我们被选中恐怖世界，这是上天给予的恩赐，我们一起实现长生不老，可好？他朝我伸出手，笃定了我不会拒绝。事实上，我确实无法拒绝，不是因为长生，而是明哲保身。和疯子博弈，不是明智之举。好，我伸手和他敷衍握在一起。然而下一刻，异变横生。可惜了，我无法相信夏小姐。王博士收敛了笑意，脸色冷到了极致。我只觉手心一痛，靠着墙壁瘫软在地。给他种植记忆，让他成为我们的人。是，博士。耳畔处听到他们的命令，我脑海浑浑噩噩，思考不了什么意思，只知道有人穿着白大褂，手握手术刀走向我。我被抬到了手术台，眼前人来人往，对着我窃窃私语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大雾？突然间，有人惊疑不定了一声。这是恐怖世界才有的大雾。又有人尖声一说，接着我余光瞥见地上出现了一个浑身鲜血的人。快通知王博士，恐怖 BOSS 突然失控了，到处在寻找一个玩家，那个玩家叫夏希雾。浑身鲜血的人一说完，就失去了意识，不明是昏迷了还是死亡了。夏希雾，不就是他？所有人看向我，白雾也察觉到了什么。顷刻间弥漫在了整个研究所，周围开始模糊不清。玩家夏希雾，邀请您进入新副本回魂夜，接受传送，抵达恐怖世界。拒绝传送，从此脱离恐怖世界。随着副本的开启，紧跟着王博士暴躁的声音，阻止他进入副本。我动弹不得，急得就要落泪。然而下一刻，恐怖副本仿佛生出了意识，自动替我做出了选择。一阵天旋地转过后，我回到了熟悉的恐怖世界。然而，不知道是不是王博士安排的那些人给我做了什么手脚，我刚一进入副本，就失去意识往地上倒去。恍惚间，我在闭眼的最后一刻，好似出现了幻觉。我没有摔在地上，而是摔进了一个尸凉怀抱。那人抱着我，嗓音无比熟悉，是沈凤舞，我网恋的男朋友。他说：“宝宝，谢谢你愿意回到我的世界，我等你很久很久了。”